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从这一期播客开始，我将尝试用更快、更自然的语速和大家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因为有一些朋友和我说，他们认为我之前播客的语速有一些慢了，所以我想尝试着用更自然的语速和大家说话。但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太快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再慢慢的找到一个更适合大部分人的语速。那这一期播客的内容其实是之前在 Patreon 上大家投票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关于用手写字的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一开始想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有时候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视频，有人采访问一些中国人，他们能不能用手写出一些比较常见的汉字。那结果就是其实一些很常见的汉字大家知道怎么说，看到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让我们用手写出来的时候，就好像突然忘掉怎么写这个字了。那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国家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在日本也有类似的一些视频，那就是采访者问一些日本人怎么写一些汉字，大家都知道这个汉字怎么读，意思是什么，但是让他们真正用手写出来的时候，却好像突然忘掉了怎么写。其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我们离开学校之后，我们就不需要用手去写字了，甚至是在大学或者说高中吧，很多人就开始用电脑或者 iPad 去做笔记呀之类的，所以逐渐的我们丧失了写字的能力。那在中文和日语的世界里，那就是我们忘掉了怎么去写一些汉字。那在英文的世界里，就是大家忘掉了一些单词的拼写。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看重用手写字这样一件事。比如说，很多人还是会想要他们喜欢的明星或者一些名人的签名，并且是亲笔签名。如果这个人用了签名的机器来签他们的名字的话，一部分的粉丝会觉得愤怒。其实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用手写字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只是我们逐渐的在失去这样一种能力，尤其是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在中国的话，失去手写的能力似乎会是一件更加严重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中国，手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甚至是一种文化。在中文里有一个成语吧，叫做字如其人，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人写的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这有一些夸张，但这个说法其实是从中国古代开始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当人们去参加考试的时候，
用手写的字的好坏或者漂亮不漂亮，其实会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人的分数的高低，并且在中国的书法里，用毛笔写字是一件需要毅力的事情，也就是说你需要不断的去练习临摹，然后甚至是找到你自己的风格。它已经超出了所谓的一种艺术的形式。那拿到现在来看，那很多人因为受到古代文化的影响，也就会认为你字写的好不好看，也代表了这个人他是否有毅力，他是否接受过高等的教育等等。所以在中国，人们对写字好看的人其实会有一种莫名的敬意。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老师会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给每个人写一些评语。那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的老师对我写的评语就是秋月一切都好，就是字写的有点丑。其实我对那个时候的记忆大部分我都不记得了，但是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后来我也特别的用心去练自己的字。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有人来找我帮他们在一个申请书上写他们的名字和开头，我就特别的受宠若惊，特别的惊讶，因为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写原来变得那么好，别人会让我来给他们写名字呀之类的。那包括现在，其实我也会时不时的拿出字帖来练字。那字帖的话呢，就是一些书法或者用钢笔写字的人写得特别好，然后呢，他把他们的字迹打印出来，也许是古诗的形式，也许是一些文章的形式，然后在上面会有一张半透明的纸，那你就可以透过那个半透明的纸看到这个人的书法，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上面临摹。对我来说，它就像是一种冥想的形式，因为本身我就很享受用手写字的过程，然后因为用字帖的话，我就不用去思考自己在写什么，只需要像画画一样临摹后面的字迹就好。那有时候我也在思考，手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名人的签名？为什么中国人会对书法这么看重？除了古代文化的这样一种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吗？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通过手写，你可以真正的感受到这个人在这个字迹上也好，在这个签名的物体上留下的印记。这就像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用手工做的一些艺术品，对吧？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某件东西是手工做的，我们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去购买这样一件艺术品。但如果是机器做出来的，虽然这个机器做出来的艺术品质量更高样子也可能更美，但是我们不会想要用同样的价格去购买这样一件从工厂里制造出来的艺术品。这是因为我们珍惜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可能是给我们写信的朋友，在这个物品上留下的痕迹和时间，就好像我们和这个人真正的面对面的见到了彼此，或者说我们感受到了彼此的存在。那写信和写明信片也是这样，对吧？现在很多人也会有寄明信片的习惯。当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或者一个新的地方旅游的时候，你也许会有买一张明信片，然后写一些祝福的话语，寄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家人的这样一种习惯。那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大家没有忘记手写的意义的证据。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的语文老师有让我们给自己的朋友写信。那其实在当时写信已经是一种很不常见的通讯方式了，因为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其实打个电话就好了。但是当时我写了这个信之后，我真的收到了回信。那当我收到那个回信，然后看到自己的朋友写的信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虽然写信会很慢，然后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到达对方的地址，但是这样一种行为，或者说当我看到对方用手写出来的信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那在荷兰的话呢，有寄卡片的习惯，也就是当过节或者一些重要的日子的时候，人们习惯去买卡片，然后用手写下一些祝福的句子之类的，这样一种习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在中国其实人们已经没有这样一种习惯了。如果是过节或者是对方过生日，那你在微信上发一条信息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买一张卡片，对吧？然后在上面写下一些字，这个祝福的分量似乎就比仅仅是一条信息的分量要高很多。对方也能够感受到你付出的努力，虽然其实也并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多做一些这样亲手去写字，写下祝福，然后寄给对方的这样一种祝福方式。那从功利一点的角度来看，手写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对于正在学中文的你来说，学习汉字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就是写字，或者说用字帖来练习自己的手写，其实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也就是你既可以学习这个汉字的写法，又可以达到练习自己手写的这样一种效果。那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在学中文的时候不学习汉字，只是学习口语或者说听力。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中文里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汉字的写法以及书写文化的这样一种存在。那如果你真的想学习中文，学好中文，并且熟悉中国的文化的话，我觉得手写是一个必须要学习的事情。但说到这里，我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只是觉得比较可惜吧。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未来，对吧？从过去我们用手写字，到现在我们在手机上或者在各种电子设备上打字，那在未来也许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去把字打出来，我们只需要在大脑里想象你想说的内容，然后通过脑机接口来把这个字直接打出来，然后发送出去。虽然的确会方便很多，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进化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退化吧。就是我们不仅仅丧失了手写的能力，还在丧失打字的能力。但是这可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发展趋势，因为科技的发展也好，资本的运作也好，都会想去创造一些人们可能并不存在的需求，或者说他想把一些事情一些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变成一件不费力的事情。这虽然会提高我们的效率，但是可能对于人本身来说，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失去一些东西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但我个人而言，其实是觉得挺可惜，然后也想通过自己来练习手写的这样一件事情，来保留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吧。那下次如果你想发送一条祝福的信息或者问候的信息给别人的时候，不如尝试一下用手写下自己想说的话，然后寄给对方的这样一种方式吧。那这一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留言告诉我你觉得这一期的播客里我说话的速度会不会太快？欢迎告诉我，那我之后可以慢慢调节。那我们下一期播客再见了，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